我中文名是叫王广才，一直到日本来以后，需要我起一个就是到日本来以后，我们就是说属于什么呢？原来是中国国籍嘛，叫中国名字。你到日本来了以后，你是想要在日本长期待下去，就要有一个要恢复国籍。因为历史上把我们就是这个失去了国籍，失去国籍我们就是成了中国人。完了回到日本呢，调查清楚了你是日本人，应该恢复你的国籍。所以这样的话，你恢复国籍，但是恢复国籍有多种形式，一个是有父母把你领回来了，完了再一个呢，你的父母呢在家里头家乡啊，那里有户口册，在你出生的时候，户口册上已经把你登记在那个当地的村啊、町啊、村啊，都有那个记录户口本上。这个我都看了，别人的都说了，哎呀，我那中国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往哪报？往这个日本的是长野的，这是报长野那个哪个村里头呢，人家那个村长还挺认真的，你这户你上中国去了，开拓团去了，但是你呢在那里头生了一个孩子是日本人，还得在日本这面呢，他这个村长他还给你登记上，根据可能得有手续吧，出生证了什么的，那咱就不详细说了。他那样完了就是成为这个日本人了。日本人完，我呢是父母找不着了，亲生父母把我丢到这个中国以后呢，他们回没回来，死没死，这都不知道。现在就是说我回来寻亲的时候呢，就是到现在也没有人来认我是他的亲生子女，所以这样的就是没有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出生在哪个家庭里头，我的姓名啥也都不知道。但是你还需要我要起一个日本名，那怎么办？当时就是我们回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熟悉生活，要给我们安排住的时候，得有一个保人嘛。这个保人保我们才能回到日本来，没有保人保回不来。虽然是国家组织的，按理说是国家组织的，要什么保人？你就是材料合乎这个日本这个人的条件，当时的社会情况，就应该给承认，国家就应该担保，就是应该就承认就完了。他不是，他是你还得找个保人，找保人你才能回到日本来定居。那说找吧，完了我们找不着，你给找吧，他还不给你找。有的时候能找着，有的那个日本人呢，感觉到这些人挺痛苦啊，要想回国还回不来，没有保人。他们有很多日本人那个自发的，就是为我们这些人担保。他们去亲自担保，有的亲自还到中国去把这些人接回来，这也不少。自愿当保人的，他们这是干了很多好事。这时候回来以后听说的。但我们这个就是没人管了，他们也没找着知道我们的底细，我们也没找着，没有这个把情况就是传到他的耳朵里，也是传到他的耳，他也可能来替我们担保啊。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这么情况。但是我是知道的，就是说我的朋友回日本来了，你办的什么手续，我就按照他那个，我就把我的材料准备好了，报到后生省就是说，那你这个材料很重要。所以就反复调查了解，完了最后确定你是日本人。这样的话你可以要求回国，也可以就是回来了，我要求我回去，反正我也退休了，
回来看一看，看一看，当然了，你要起个日本名字，你父母这名姓什么？那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呢？你也没有，那你用中国名就是不行，你恢复国籍，恢复日本国籍，因为你们失去了日本国籍，才落到就扔到这个中国养父母养大了，你就把你当成中国人养大的，是不是？所以这样你回来了，你现在没法来确定你姓什么，是哪一家哪一个屯的啊，这都不知道。所以这样的话，但是你这个人确实是日本人，他根据材料，根据你各方面的这个证据，这样完了就是必须得回来，你还得有一个保人，这样有保人完了，我说那这起名我们就随保人姓，保人是中村，他叫中村满离子，完了我们也叫中村，完了我的名中国名姓的是王广才，把这广字我就留下了，这是作为纪念嘛啊，就是那么意思，我就把它留下了，所以叫中村广，就这么姓下来。您小的时候是在哪里度过的？我小的时候是在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大石头镇，在这里这个镇是养父母把我收养的。那当时养父母收养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收养，就是在这个大石头镇收的。您是一直不知道你的身世？就是一直不知道，因为那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我说我是师范学校毕业了，64年毕业了以后要分配工作，把我分配到这个延边州民政局办的那个社会福利院，这里头有个聋哑学校，分到这来当聋哑教员。这样呢，到报到以后呢，这个组织部门就开始要调查清楚，当时就开始要这清理，那就不算清理，就是好像农村也叫清理截距队伍是，所以就把我的这个情况要调查清楚，他去调查，通过函调回来以后，组织部门找我谈话，说你是日本遗留在中国的材料孤儿，就是日本人。你当时听到你怎么想？这想着哎呀，这是一个，当时就已经年龄大了，这不是个好事儿。要是说好事儿，我回日本这跟中国就没啥关系了。当时你社会总的动向是抓阶级斗争，中国来看，从干啥你什么成分都很重要，你是贫能啊、中能啊、下中能下中能和那个中能都不一样，中能和富能都不一样啊，那是阶级成分的。那你听到你是日本人，你怎么想？就是这是一个那是对自己一个是精神是一个打击，也是个压力。就这不，因为每天想这件事吧。那就是啊，但是想也没用了，已经就是这样了。就是说怎么办？那就是看人家组织部门怎么安排吧。组织你说你虽然是这样情况，但你很小不懂事儿的时候就把你扔到这儿，养父母把你收养，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日本人。也没有经过你这个亲生父母，日本的亲生父母怎么教育、怎么养育，没有，是不是？没有这个，所以你就是纯属长在红旗下，是吧？就是受到的教育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有这么个情况。
就是跟其他地富反坏的子女也是一样啊，给他们的出路就是一个，你要是认清自己的前途路线，要走正确的道路，别走向反面。这是。那你那时候也知道了你回去问自己的父母了吗？那时候都没有了，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所以就那个等于说是小的时候父母也没有告诉你，就是一直都没告诉我。我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把我作为他们的亲生子女一样来养育下去，叫我长大以后你在他们家里就是传宗接代了，就这么意思。那你后来知道了，你有没有问邻居街坊啊，问他们关于你自己的身世？我都离开家乡，那就离开多少年了。不在那个农村，6年学习，不在农村了。不在那，我也就上学校了嘛。从上我姐姐家去念书，那就是说在镇里头了，离开我那个原来住的农村呢，到镇里他在住镇里他又搬家搬到那个别的地方，我又跟着搬，完又搬回来，反复几次，这是很多次了。所以这样的反正就是跟我家乡那些人就是一点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联系，因为我养父母他们也没有什么亲戚。说一下你养父母的那个你小的时候你养父母家庭的状况。反正我这事儿就是知道的情况来看，就是我们家是住在就是大石头北河沿边上的一栋那叫啥，反正是过去是干啥的咱就不知道了，就是一个大筒房子，好像都是头那边来还没人住，后边这边来也没人住。我们家呢也把养牛呢当牛圈，这个头这块当牛圈，再往头呢那头呢就是一个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叫围墙，好像那个土做的那个围墙都塌了，还有炮楼。当时可能就是防备土匪啊，还是战争，是日本搞的，还不像日本搞的，是可能是就是过去这个大石头镇可能也仿土匪，我估计好像是那样。要日本搞的话，砖瓦结构的，他这个是土坯干的，这整的那个炮楼子也都塌了，都不行了。小的时候玩都上那去玩去嘛。跟前就是离着紧挨着炮楼旁边了，好像这个原来好像是不是这个军营的驻兵啊，那个草房大筒子房，草竹房要是民房的话不会那么盖，就是不能那么盖。当然前面有民房人自己家在那块盖的都是3间房2间房。再有日本那个朝主那边，我们那后边那一片都是朝主，朝鲜族，人家盖的朝主房子都是朝主房，我们这个房就朝主房也不是，民房也不是，民房也不是，就看着我现在分析，好像是不是当时的，就是首尾这个炮台的驻兵的宿舍，挺长一条，好几间，我们家呢住了中间。3间啊，2间，3间，一个厨房，一个大炕还是呢朝主大炕似的，都是这个平炕。锅台呢是煎饼墙外边是有锅台完了烧火的那个灶坑，一个大坑。完了这是一个，这面哪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客厅似的，拉门。这个中间这是个火炕。这个是厨房，这面哪呢就是另一个房子，好像用这个房子这个余热吧，就朝主式的取暖，就是余热路过那里头，就是能循环取暖温乎，凡是要不堵了好烧，可能就还热乎，要是堵了就完了，屋就很冷。我还记得时候有一家，那家是个。我现在印象上抽大烟，也没有钱，这个什么玩意儿，这个也没有家，也没有房子。看这是2个人
都抽大烟的，还有个小孩3个人住在那儿，可能是租啊，还是就是借给他们住了，这玩意儿我就不知道了。但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就搬走了，所以那个房子呢，就是是不是俺们家的也不知道，但是呢，小时候在那儿都过，取奶是从我们家这么过去，那个房子估计也是我们的，这个算一个房子吧。就这么个，完了就是我养父母呢，我养父是鞋匠，修鞋匠。修鞋匠，但是你那个时候修鞋匠，他出徒，他学会了还是能做皮鞋。皮鞋还是做你像这个牛皮的什么皮鞋，或者那个做那个纳底帮那个鞋底儿纳好了以后往上鞋啊，就像那个，反正他呢就是说上的就是技术比较高了。反正农村有的人自己家也会做，反正他呢就是说，我现在想着他呢是主要还是说做皮鞋，有那个刀都是嘎皮子的啊，嘎鞋做鞋底儿，就要有人定做，他去买来皮子，买了什么。你见他做过吗？看着晚上有的时候就是打夜班啊，就是吊灯嘛，那时候没电灯，吊灯就是那个。吊灯呢就算不错的，亮的嘛，一般都是点个小油灯，干活的时候就是做用那个吊灯。有的时候就我们在玩睡觉都要睡觉了，困了，他呢还干活，就是完了白天呢有的时候就出去摆摊儿，修鞋摆摊儿，有的时候呢，能忙的时候我们还种点地，完了也养了一头牛。拉着车，我和我养母坐车，我们3个人上那个地去干活去，把地里头那个铲完地了或什么收拾完了，再坐车再回来，这是挺好的。冬天呢，就我养父用这个车上山去拉砍柴火，那这个跟林区嘛，跟前都是山，那个树都随便砍。你们家一共几口人？现在算我当时就是4口人了，我还有一个养姐，养父母养姐是加我，他们都年龄都比较大。我8岁的时候，我养姐那时候已经都结婚了，就是年龄差距这么大。他可能也就16、17、18那样吧，就是那时候结婚早嘛。那您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到了很大年龄，你没思考这件事儿，没想到自己怎么那么小吗？那时候小就不想那些事儿啊。后来逐渐想，这肯定对呀，不对呀，这就是因为我这个他们家没有孩子，有姑娘，但是呢，总想找一个找个儿子，这个机会就是说日本战败了，就是这么要了一个孩子。就是后来明白自己的身世，回想起来，才发现很多细节，对，才知道才明白为什么和这个有关系。明白。那上学念书这个过程怎么样？那时候他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所以他怎么也是该到念书的时候让念书，说8岁去念书嘛。那时候8岁算早的，一般7岁、6岁很少，都是8岁，这是正当的念书。这养父母把我领去到学校报到，完了告诉我名儿，完了年龄、出生年月日，这是都得记着。你要记着，就是以后，这必须得记的这些东西都告诉我。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你的出生年月日了就是出生年月日都告诉我。那他这个出生年月日一定是您那个亲生父母给的吧？现在我就弄不清这个事儿，因为我不知道。那他不能瞎编一个呀？就是假如当时他们要见面了，是不是对，我亲手把孩子交给你，那也可以。但中间现多种情况，有的是别人中间有个
来回跑腿的，年轻的，变故，活动力很强的，到日本那边也能干啥的，能说明白的。到这面来，你这有要求，我给你去办完了，他得好处嘛，就得好处费呗。有这样的人，我听说是那样，是他抱回来的呀，还是他领着我那个日本的父母到我养父母家来亲自送来的？这就不清楚了，因为但是你有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对不对？他就是我估计呢，可能是这个我亲生父母见我养父母了，那咱们的孩子给人了，你得告诉人家出生年月日啊，所以我这个出生年月日呢，可能要那样的话就是比较准了啊。有的呢，就是说那中间人好几个孩子，他知道哪个反正给你一个啊，哎呀，可能是那样吧，就是44年就给你，或者看那样像2岁就是2岁，1岁就1岁。